中国和日本在巴西莫如河大桥项目上进行了怎样的竞争？经历了什么？为何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？日本基建为何频出问题？这对日本会有怎样的影响？我们都知道，近年来随着中国基建的飞速发展，这就使中国基建在世界上可谓是享誉盛名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增加了中国基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。这对于中国基建的发展也有着较为重要的促进意义，这也将进一步加快中国基建的发展。也正是由于中国基建取得了如此大的发展，这就使中国基建在世界上越来越受欢迎。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相信中国，并将本国的基建项目交给中国，这使中国承接了世界上的许多工程，这对于中国基建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。也正是由于中国基建具有如此超强的实力，这也使中国基建有了基建狂魔的称号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基建成为了世界认识中国的名片，也有利于加快中国基建的发展。此外，由于中国基建的强大实力，因此也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嫉妒，因此就是想通过各样的方式对中国基建进行横加阻挠，这就使中国基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较大的冲击。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日本，其就经常与中国进行各种项目的竞争，以此来达到自己的不良目的。当然，中国对于日本这样的行为确实感到十分气愤，因为这严重破坏了国际市场秩序，这对于世界市场的发展也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，也将会使中国受到较大冲击。不过，对于日本从中国手里抢走的订单，日本到最后都没有很好完成，又或者是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质量问题，因此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日本基建的形象一落千丈，甚至使日本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这对于日本来说反而是得不偿失。这不，此前就有一个例子，那就是巴西的莫如河大桥工程。巴西为了在国内准备修建一座大桥，以此来满足本国强大的货运能力，因此这就使其准备在国际社会上进行招标，以此来选择最合适的承建商来进行建设，以此来加快本国基建的发展。所以随着巴西在国际社会上进行招标，这就使中国和日本都参加了竞标，各国也都各取所长，以此来更好发挥出本国的基建优势。因此巴西在看了各国的招标优势后，很显然中国是更符合要求的最好选择，所以这在外界看来也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儿。但是后面随后发生的事儿却让人始料不及。据悉，原本中国已经和巴西达成了关于此项基建项目的合作，而且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。但是随着巴西新任总统上任后，这就使原本顺理成章的事儿发生了极大的改变，甚至可以说是令人难以置信。原来巴西上任的新总统为了跟随美国的脚步，就决定单方面撕毁合作，从而断绝与中国的合作，最终选择了价格比中国更高的日本。这使中国对此感到十分的气愤，本来很顺利的事情却横生枝节，最后还让日本截胡了。这对于中国来说是巨大的打击，但是却已经无力改变，只能接受事实。此后，日本的基建团队就对此大桥工程进行了修建，并且也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这座大桥给建设完成了。这算是如期交工，这对于巴西来说还是值得欣慰的。但是不能高兴太早的是，日本修建的这座桥在建成没多久就出现了极大事故问题。据悉，该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一艘货轮行驶将要通过大桥，但是由于该大桥来不及上升，整个过程就相差 0.1 秒，最终与货轮发生相撞，才造成了这起事故，最终使得大桥发生断裂，导致桥上的数辆汽车坠入河中，最终确认死亡人数为15人。在这一事故发生后，大桥的承建者日本企业公开鞠躬道歉，并表示可以派遣专家团队修复大桥，但是其中费用需要巴西自己承担。对于日本的言论都可以看出来，这是完全不负责的表现，因此就引起了巴西当地民众的抗议，认为日本的基建工程是真的豆腐渣工程。因为巴西斥巨资修建的大桥，在刚投入使用不久后便发生如此大的质量问题，难免会引起巴西国内如此大的民愤，
那么，为何日本刚修建的大桥会如此快崩塌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其实，日本的基建工程质量确实不是很好，因为不仅在此次的大桥上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，在其他的基建工程上也是问题频出。所以这就说明日本的基建工程存在着严重的偷工减料的问题。这次的大桥事故也更加印证了这点。由于日本的基建团队急于求成，且不能通过国际的标准，这就导致严重的偷工减料问题，从而造成了如此大的质量问题。因为巴西的莫如河大桥作为一座刚刚修建好没多久的大桥，其高达400米，在有货轮需要通行时会提前告知大桥管理处，但是由于当天吊桥升起速度太慢，与货轮发生碰撞后，大桥就出现了断裂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日本修建的这座大桥存在很大的质量问题和很严重的安全隐患。如果日本在修建完这座大桥能够按照国际标准来评估，并且做好完善的检查机制，那么就不会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。这对于日本基建来说也是一次鉴戒。对于巴西来说，应该也感到很后悔，因为拒绝与中国合作，选择与日本合作，所以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。明眼人都知道，中国基建技术肯定要比日本靠谱多了，也不会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，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，且各项售后服务也是相当的完善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巴西以警醒，不过现在也已经后悔莫及了，只能够做好大桥的后续修建工作，并且在基建项目的合作上要慎重，以此来达到最好的效果。对于日本来说，由于其基建项目问题频出，这就使日本基建在世界各国的心里也会留下不好的印象，就会使日本的基建发展受到较大的影响，从而变得再无力和中国竞争。这也使日本为抢中国订单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自食其果。因此，对于中国来说，将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影响力。因为中国基建确实有着极其强大的基建能力，且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中国基建已经形成了一套独有的体系。这对于中国基建的发展也有着较为重要的促进意义，这也将进一步加快中国基建的发展。这对于加快中国基建走向世界的步伐也有着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。所以，对于巴西来说，应该要坚定自己的想法，而不要受美国的影响。这也是需要巴西所要深思的，并且能够更加实事求是。这对于自身的发展也会更加有利。